最近看到了一张这样的图，说的是各个城市的1和0的比例的分布图，乍一看还挺正常的。比如说，你看成都，它就是0多1少，对吧？它的那个数字就挺正常的。但是你往下看，看到榜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居然还有城市的1和0的比例居然达到了100:1。那这个城市是谁呢？居然是武汉哎！我在武汉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武汉的1很多。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呢？为什么这个数据高达了100:1呢？真相其实是武汉为了吸引人口流动，所以他去买榜了。好，言归正传啊，本期的内容是教大家怎么在软件上辨别真一。那么先说一下，这个只在软件上辨别，不在实际生活中，因为我也没有见到过多少纯一。那么首先第一点，没写 top 的大概率不是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为什么。写了 top 的，他一定就是吗？也不一定，有些假一会写自己是一的，其实我之前也写过，呃，那么写了 top 的，还要加一些什么条件，他才可能是真的纯一呢？首先，你可以看见他的那个个人简介，大部分的纯一他都会写自己是，再强调一次，在简介里再说一次自己是 top，或者说自己是一，还有就是说什么一别关注之类的话。然后呢，有些可能还会写什么直喜直，就是直男，那就喜欢那种土直类型的，大概率也是啊。但是也不只有写了 top 的才是纯一，有些 worst top 它可能也是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就会觉得 worst top 它就是0.5偏一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0.5的定义是有多种的，有些0.5它是既要又要，就是它既想做一又要做零，就是两种都要的，还有一些是可一可零，就是有两种情况吧。所以就是有些 worst top 它遇到零的话，它就会做纯一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觉得找纯一只能在top 里找，也可以在 worst top 里找，甚至你也可以在 worst 里找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为什么说没有写 top 的大概率就不是 top 的？因为一的话，它大概率是会写自己是 top 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圈子里有个鄙视链，大家都知道，一大于公零大于0.5大于母一大于母零嘛，对吧？这个一的地位已经是非常高了，但是这样的鄙视链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？首先第一点就是很多假一，第二点就是造成了很多刻板印象。你把你的属性改成一，你会发现还是会有不少的一来关注你。那么你跟他们聊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原来都是姐妹呀，是吧？都是零。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有这种自称是一找一的那个说辞，但是我表示尊重啊，但是我不理解啊，我不理解，我甚至觉得说这里是零有什么很难堪的吗？而且就算是一找一，为什么要跟我们零抢？我不理解啊！你要做葫芦娃吗？第二点就是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就纯一才是一，0.5就是零，然后零呢又是最底层的，所以导致大家在软件上都喜欢写自己是 top 或者 worst top，或者是 worst，写 worst bottle 以及 bottle 的非常的少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没有写自己是 top 的，什么属性都没有写的，大概率就是零。这个跟圈子里的刻板印象非常的有关系。之前有个一跟我说过，他说你不要在乎自己是什么属性，是什么就是什么呗，你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是一呢？是吧？没有必要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一说的很有道理，然后我就赶紧把自己的软件的属性改成了一个 worst bottle。那段时间还是有很多人关注我，而且关注我的确实都是一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大家没有必要说自己是零或者0.5偏零，
然后非要在软件上写一个自己是 top 或者 worst top，没有必要。你这样子反而会害了你自己，你在乎那点面子干啥呢？这样会导致关注你的全都是零，对吧？反而没有意义关注你。第三点就是会助长一些一的那个大男子主义，就比如说他会这样想，我是一啊，那一这么少，我这么珍贵，你不应该对我好一点吗？对吧？我只需要出下面那根棒子就行了，你就需要出钱出力什么都出，对吧？但是我相信这种一是少数的，我身边有那种非常好的一啊，就是我跟他们这一对情侣出去玩的时候，就会明显的感觉到那个一是非常有责任有担当的，就是会有活就自己懒着干，就是不希望那个他的对象就是零受一点委屈一点苦，这种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好男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一就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。我的恋爱观，我是觉得一和零都是属于一种互相照顾、互相对等的一个关系。一零的标签，它只限于就是描述你更倾向于在生理上做出哪种行为，以及你在心理上可能偏向于照顾或者被照顾的一个角色。我这里不否认，就是说有些零他是可能从小缺乏父爱，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，他就是喜欢被照顾的感觉，这个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还是认为照顾应该是对等的，就是你可能受到他的照顾多一点，但是你不能什么都不付出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，有些一他就是大男子主义，或者是其他的，他就会觉得以自我为中心，觉得对方应该付出多一点。我是一，我是一啊，我出下面那个棒子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我为什么要付出别的呢？对吧？所以就是造成假一泛滥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贴标签。如果是在很好的朋友之间贴标签，我觉得没什么，毕竟都是开玩笑的嘛。就比如说，我的朋友都经常会说我就是零啊什么什么的，说我为什么要装一啊什么什么的。还有他们就是会调侃我说，哎呀，PP 一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会就是调侃我，你一定要做一啊什么什么的。我觉得这种的贴标签都无可非议啊，就是开玩笑嘛。而且我们通讯录的嘴巴真的很命，真的很毒，但是这也是我们快乐源泉。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，你可能会遭受到一些关系不是很亲密，甚至就是只见了第一眼，对方就说：“我觉得你就是零啊，你长得这么一点都不爷们儿，或者说一点都不 man，就是那种很可爱、很瘦瘦的那种感觉，你就是零啊。”但是作为当事人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就会觉得凭什么？然后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就是你直接怼回去，然后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受到了冒犯，你会觉得做零好像确实是件很羞耻的事情。第二，你就可能会觉得不行，我以后遇到人我要说自己是一，或者说最起码说自己是偏一，对吧？0.5偏一，这样的话我的面子才会过得去一点。所以以上两种情况，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鄙视链的加剧，以及这个刻板印象的固化。拍这期视频不仅仅是想帮助大家怎么在软件上找到真一，更多的是想提升我们零的一个社会地位，消除这个鄙视链的一个刻板印象。其实你会发现，特别是谈过恋爱的朋友们，你们会发现，真正的一，他不会因为你是零而讨厌你，他反而会因为你是零而喜欢你。记住这一点，大家就勇敢的做自己就好了。